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洋的事件终归还是波及到赵丽颖了。最近，杨洋主演的新剧《我的烟火人间》中，男配角魏大勋凭借仅9分钟戏份一炮而红，抢尽了男主杨洋的风头。剧组为了维护杨洋的明星地位，剧组采取了禁止魏大勋自我宣传的措施，即所谓的禁言。这一事件随后被网友扯到了赵丽颖身上，质疑她之前也被禁言过。杨洋剧组的禁言是明确针对魏大勋个人的，目的在于切断他的曝光渠道，防止他的人气对杨洋产生冲击。而赵丽颖在拍摄一部剧时，全剧组都被要求保密，不得透露剧情。这种要求是应用到全部演员的，并非针对赵丽颖个人。赵丽颖之所以会被要求保密，是出于对剧组创作秘密和内容的保护。赵丽颖作为剧中的核心人物，她有责任维护作品的内容不被提前泄露。这种要求源自对创作的尊重，而不是刻意的针对来禁言某一位演员。事后证明，赵丽颖也并未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而对魏大勋的禁言明显是出于控制个人人气的针对，与赵丽颖的禁言性质完全不相同。但是很多网友经常喜欢从表面来看问题，不去深究其本质，于是将两者简单的相等同，造成其他人的误解。赵丽颖之所以一有动静就成为焦点，也是因为她自身的超高人气，任何关于她的小动作都容易被粉丝放大解读。01，赵丽颖的成长历程是一部从无到有的励志故事，她靠着自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，逐步的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最终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起初，赵丽颖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新人，圆脸的她在众多新秀美女演员中显得平平无奇。由于外形的原因，她失去了出演女主角的机会，只能先从龙套开始做起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，赵丽颖一直都默默无闻地扮演着各种路人、士兵的小角色，台词少得可怜。然而她并没有气馁和抱怨，而是把每一个机会视为宝贵的积累。在不断重复的磨练中，她的实力日渐增长。积累多年的赵丽颖终于迎来人生转机，凭借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一炮打红，顺利晋级为女主角。这是属于她的第一个女1号角色，结果收视反响热烈。赵丽颖这个名字也从一开始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。赵丽颖在成功出头后，她并没有因为成功而骄傲自满，而是继续保持着敬业的状态，无论角色的大小，都以最大的认真对待。就像在颁奖礼上，赵丽颖曾3次提名最佳女演员的奖项，但总是与奖杯失之交臂。然而她没有因此气馁，而是坦然说出没关系，继续跑的话展现她那宽广的胸襟。这种积极向上而又平和的心态，正是赵丽颖可贵之处。她不会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去否定自我，失败无法击倒她的意志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龙套出身，到能与一众顶尖演员同台竞争重要奖项，赵丽颖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积累上来的。赵丽颖用汗水和努力换取今日的成就，她的故事值得被看见和学习。只可惜，优秀如她，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，她的身材不符合当今大部分人的审美。02，在当下的社会，女性还是面临着许多的不公平的评判和攻击，她们的外表、着装、私生活都容易成为被网友批评的目标。仅仅是因为一个发型、穿着或者一张照片，就可能招来网友的无端诋毁。当下这种环境对女性是不太公正和具有伤害性的。例如演员们，他们主要靠的是演技而非身材，但网友评论还是首先关注他们的体型。赵丽颖出席活动时，身材成为焦点而非她的作品。
戚薇和虞书欣拍摄广告，也遭遇网友的评头论足。每个人都不应简化女性为外表工具，也不该以身材权威批评她们。志愿者忙碌无私奉献，本应得到每个人的尊重，却因化淡妆而被说成作秀。女学者努力深造，却因个人喜好染发而遭到辱骂。不该用外表去预先设定判断一个人，而要看他们的内心是否美丽善良。还有一位快递员，仅因工作需要与异性合影，就被网暴出轨，对其造成了非常深重的伤害。这类荒唐重伤必须停止。其实，爱美是每一个女性的天性，不应将其污名化。每个女性都应该拥有对自己形象的主导权，不需要承受外界的指手画脚。每个人比起讨好他人之前，更需要学会去爱自己，大胆顺应自己的内心才是关键。然而很可惜，在这个时代的环境下，女性不管做什么都难逃某些人的恶意攻击，哪怕再正面的举动，也会被刻薄的言论誉之为过错。这种对女性的偏激的歧视必须改变，这需要每个人的反思与行动。作为社会一份子，每个人都理应为女性创造一个包容和信任的环境，用积极的言行取代敌意和猜忌，用鼓励替代批判，用信任打破偏见。当女性不再因外貌而被定义，当她们的声音和才华得到应有尊重，那将是这个社会进步的标志。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但只要不懈努力，相信终会迎来那一天。